小风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在躲什么？小风，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啊，为什么？你早就知道刺客是顾坚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让他带你出城门？为什么那么久不回宫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见到你，我想离开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恨你。他恨你。你放开我，李青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李青云，你放开我！顾小武，顾小武，顾小武。顾小武是谁？谁是顾小武？顾小武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。那你爱他吗？回答我。是的，我爱他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顾小武就是顾坚，对吗？总之，不是你。顾小武，你就是那个顾小武吧？他在梦中都喊着你的名字。
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在西周的时候，还是在你劫持他的这段时间？你听好了，小风跟你在一起，对他来说只会是灾难，他不会幸福。他不幸福是因为你，你的出现搅乱了他的平静。他是我的棋，是你抢走了他，是你们背叛了我。哼，他现在觉得我特可怜。可笑吗？啊！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以为是我抢走小风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和小风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我们是青梅竹马。要不是中原来和亲，我们都约定好了要私奔；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是结发夫妻了。你说说，到底是谁拆散了谁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他对我的感情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他为了救我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这些，岂是你一句谎话就能抹杀的吗？你慌了，还在自己欺骗自己。小风之所以对你有爱慕之心，是因为他之前受了伤，失了忆，暂时把我给忘了。可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，他想起来我是他唯一的爱人，所以我要带他走，带他回西周。不可能！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定会带小风走的。古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等着你。阿杜，我好痛，我的心好痛。明月姑娘，奴婢去请太医来吧。不必去，我没事，休息一会儿便好。明月姑娘，宫中管事昨日去唯品阁采买货品，陛下特意吩咐买回唯品阁珍藏的琴谱，务必请姑娘过目。把琴谱拿来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何以深夜到访啊？你我这一阵子，还是不要频频见面了，隔墙有耳。顾剑，他必须死。太子殿下，我柴木一直认为，您是个重情义的人呐。情？若不是为了情，我怎么会非杀他不可呢？我不怕你去找顾剑，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
就算是留给他最后的情谊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是要登上皇位的人，柴木求您不要和顾家一般见识。帝王宝座是冰冷彻骨的，如果坐上去的人不比他更冰冷，又怎么能坐得上去呢？太子，太子刚从柴木住处离开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是，属下看得千真万确，的确是太子。继续盯着。是。皇上驾到！明月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朕老远就听到你的琴声了。明月记得，皇上最喜欢这首曲子。听到你的琴声，朕这几天的疲惫都散了。皇上喜欢听明月弹琴，明月可以天天给皇上弹。坐吧。哎呀，朝中事务繁忙。哎呀，这几日朕没过来，你受委屈了。明月何来的委屈？明月只是感激皇上的厚爱。只是感激啊。感激朕的人多的是，可是不是个个都可以留在朕的身边的。明月恳请皇上恩准明月出宫。为什么？皇上，皇宫本就不是明月该留的地方，明月不想皇上为难。哼，谁可以为难朕呢？皇上，明月本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皇上的好，明月会终身铭记于心。您已经把最好的赏赐给明月了。明月，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明月句句都是心里话，绝非撒娇胡闹。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朕不想猜。皇上，明月有身孕了。怀上了？真的？大喜事！啊？哎，可是刚才你为何说要出宫啊？先不说是朕的孩子了，就算是平民百姓，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离开父亲长大吧？啊？明月不愿他从小就卷入这宫廷的纷争中来。你真傻啊！你如今已经怀上了朕的孩子，谁还敢跟你争啊？皇上，哎，你就留在宫中，等你有了名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诞下龙子。殿下，裴昭，
从现在开始，多调300御林军戒备东宫，各殿内外都要设下埋伏。出什么事了，殿下？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就是了。记住，外松内严，要放得进来一只麻雀，却出不去一只苍蝇。是。娘娘，婢子有要事禀告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过来吧。娘娘，明月姑娘怀孕了，皇上还亲口允诺要封明月姑娘为妃。什么？皇上说这是他近几日最开心的事情。皇上还说什么？皇上说为了明月姑娘，坏了宫中规矩也在所不惜。还说宫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明月姑娘争宠。娘娘息怒。本宫千辛万苦才怀上龙胎，这明月是什么妖魔鬼怪？怎么才这几日就有孩子了？娘娘息怒，娘娘，你别动了胎气，气坏了身子。本宫原以为腹中的龙胎可以让皇上顾念我们的夫妻情谊，顾念高家这么多年辅佐朝政的功劳。可是现在，皇上眼里恐怕只有那个贱人肚子里的孩子吧？哼！太子妃，明月姑娘来看你了。小风，明月姐姐，好几日不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不吃东西当然瘦了。明月姑娘，你帮婢子好好劝劝太子妃。永娘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和明月姐姐说几句话。婢子告退。怎么不吃东西呢？身体可是你自己的。我以前总听你夸永娘手艺好，你不吃，可是要浪费的哦。明月姐姐，你记得那日在明玉坊，我问过你，我说当你知道他是皇上，你还会觉得幸福快乐吗？你告诉我是。那现在我再问你，你还是一样的吗？我是。可是有些事，不是一个爱字就能解决的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强大到承受所有，可我终究不过是一个女人。我想要安定，想要一个家。在我看不见前面的路时，我总会觉得不安。这种不安会让我觉得手足无措，常常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值得。这皇室真是让人为难的地方，想不到像明月姐姐这么通透的人，
竟然也会陷在里面。帝王家的人生来薄情，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惜牺牲掉一切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明月姐姐你会像我一样。小风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。相反，如果你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，那么你们的爱就有了无法弥补的缺口。可是感情又不能这么计算。你要明白，太子殿下他不是普通人，坐稳太子的位子，不比坐稳皇位容易。他要承受的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。你应该试着理解他。那如果杀害你家人的凶手是皇上，你还会宽恕他、原谅他吗？义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背后这扇门，你不必再进了。为什么？走吧，越远越好。永远不要回上京，也不必来找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这里不再需要你了，你辱没了使命，我也不再信任你。把它喝了吧。这是什么？一碗水，但我要你把它当作是忘川的水喝了它。喝完之后，忘掉所有我曾经告诉过你的话，我教你练的剑，忘掉我告诉你的复仇二字，包括我柴木这个人，你也要忘掉。李承义要杀我？别问了，走吧。我不走。你别再做梦了，小风他不可能是你的。他是太子妃，李承义是太子。今天的太子就是明天的君主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这话你听过吧？我根本就不认这个太子。那你认不认我这个义父呢？啊！义父，孩儿不孝。曾经认定的事情，原来可以牵入鸿毛，而有些事情却比性命还重要。小风跳了忘川，却依然记得。我又能忘了什么呢？你这是在找死啊！
殿下，如果你要说什么，我劝你还是别说了。我的命令，你清楚了吗？清楚。去吧。是陈诚。啊？怎么会？看来太子那边已经有了变数。哎呦，我早就应该想到啊！这么多年，他早晚会知道。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背后这个高人。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你还想拦着我？让开！让开！别进来了，我同你无话可说。小风，你还要闹别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闹别扭，只是单纯的恨你。恨我？都说恨我，那我倒问问你，你恨我什么？我恨你是李承言，不是顾小五。又是顾小五是吧？我们之间除了顾小五就没有别的话了吗？你还想让我同你说什么？小风，你只管你离了顾小五会难过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呀？啊？你整天颓丧在宫中不吃不喝，我会不会难受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真心对你。我相信你也不会忘了我们在一起经历那么多美好的事情，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？都是假的，我已经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？你要我怎么忘？你教我。你让我杀了你，你就能忘。我不会让你杀我的，我要你跟我一起活着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顾小五是怎么死的。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吧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知道这是你与他沟通的方式。今天这个鸣笛我替你放，我看他会不会来。他如果敢来，我的羽林军就会让他万箭穿心。他不会来的。他知道他过来就是死路一条，所以他不会。你不是心心念念的都是他吗？为什么不相信他会舍命来见你？因为我的命跟有些东西比起来太轻了。那正好，
如果他不敢来，你就忘了他；可如果他敢来，我就帮你杀了他。顾家，李成英，不要！李成英。 顾剑，快走！李成英在东宫设满了埋伏，就等着要抓你呢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要来送死，啊！你快走，快走！你快走！你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得了我，但是都会要了你的命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放出鸣笛，我就会出现。以前我实现过太多次，这次我不会。 我们逃不掉的，我们会死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那边，快！别打！快，跟上！别跑！快，站住！这边呢？那边，快跟上！快，这边！跟上！快！那边！ 走。你们先走。走。放箭！阿杜，快放手，不然我们会一起掉下去的。放手啊！ 阿杜，别管我，快救阿杜，快！待着别动。阿杜。 太子妃，裴昭，别再往里闯了，你走吧。
君命不可违。我懂。顾剑，保重。林成业，你不坏的，快下令停下！快下令停下！裴将军，你帮帮我。让他们停下！歼灭刺客是末将的职责，恕末将不能从命。他不是刺客，他是顾剑呀！放箭！过来！我要让你看着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要让你看着他死！开眼睛看啊！你给我看啊！放箭！放箭！李承业，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不能再射了！不能再射了！那里除了顾剑，还有阿杜。阿杜做错什么了？阿杜做错什么了？你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李承业，我求求你快停下来！
顾姐，顾姐，顾姐，阿杜没事，你救了他，他活着。有时你会伤心死的。我不能再让你伤心。你把他藏在身下，你一直护着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对不住你。我带给你看。好。好看吗？小凤，如果你不是西周的九公主，师父一定会带你走的。为我着想，为我好，都是骗人的，大骗子！小凤，你不应该留在这里，你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小凤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带你回西周。带你回家。顾姐，顾姐，顾姐。跟你回西周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
你快醒醒！你醒醒，我们走啊，小峰哥，你走，我们回西周啊！谁来救救他？谁来救救他呀？你们！小峰哥，你回去！小峰哥，你回去！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师父！我俩约定的日子是7月15月正圆的时候，我们约好你在关外的沙丘上等我，我带你一起远走天涯。你说我们上次约好了私奔？嗯。那你怎么后来没带我走啊？是我对不起你。那日突然有要紧的事，我没法来找你。等我到了沙丘的时候，已经过了我们约定的日子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是在等放羊归来的姑娘。一只狐狸啊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晒着太阳。原来它不是在晒太阳，是在等骑马路过的姑娘。那是瞧着月亮，无力瞧出了苍凉。太子妃，太子妃，走开！狐狸啊，狐狸啊，等不到放羊归来的姑娘。狐狸啊，狐狸。他死了，你就这么难过吗？是啊，我很难过。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吗？你就这么爱他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我的顾小五死了，永远的死了。是你亲手杀了他。
那就恨我吧。恨总比视而不见的好。侯爷，此人正是当年伊莫言的手下。大战之后，伊莫言部全军覆没，只有他被妇孺救走，躲在山洞里，苟延残喘至今。命还挺大呀。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想报仇，还是你想看到你的仇人生活得多么好？还是死了吧，死了，你就可以看见你的铁大二王，也可以看见曾经和你并肩作战的弟兄，也可以看见你日夜思念的家人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比你现在这样活着强。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连寻死的能力都没有了。想死可以，只要你把当年丹赤和高显是如何勾结的说出来，我就让你痛痛快快的去死。你可能会恨我，但是灭了丹赤的人不是我，所以你不仅不应该恨我，还应该感谢我。是我，丹赤的新王，用了短短2年的时间，让这里草木复苏，牛羊成群，百姓安养生息。所以，选择跟我合作，不是背叛。父亲，女儿从未见过皇上如此痴迷一个女子。自她入宫以来，皇上只要来后宫，就避宿在那个狐妹子那里。为了她，冷落了整个后宫的嫔妃。女儿想不通，她一个平民女子，青楼的下贱出身，怎会让皇上迷成那样？女儿啊，今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。沉住气，不争一时之宠。如今四面楚歌，不同以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女儿明白，可是女儿实在生气。你是贵妃，拿出点气度来啊！你越对明越好，皇上就会越体贴你，对吧？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。你若想让皇上来，就去找太皇太后。女儿懂了，谢谢父亲。再多派几个聪明的到明月那儿去。父亲怎么会谨慎到如此地步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女儿知道了。来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这杯侯，酒也喝了，舞也看了，来此什么目的？直说吧。哼，说不完不要紧张。本侯这次来，就是来送礼的。不要绕弯子嘛。我这点玩意儿，
可比不过西境安护府高大人的礼封侯啊。要说高大人败给我那几座城池，那的确算得上是厚礼。硕伯王，您也不想想，这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，白白的落在你的手上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边关将领与异族暗通款曲，前线佯装不敌，换来的是追加兵权和粮饷，朝廷也不得不倚重和加封边关将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边关总也不太平，这边关将领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。这养寇自重的玩法，从古至今呐，也不是什么新戏码了。这高云明也许过去是个可背靠的大树，但是他现在四面树敌，皇上对他的信任也大不如前，已经开始着人排查他。你硕伯王是他最后一招，他想利用你们硕伯一族做殊死一搏。硕伯王不想在他倒台之前做他的垫脚石吧？赵某手里握有高显当初与丹池勾结的确凿证据，硕伯王有没有兴趣看一看，想想丹池的下场吧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是丹池自取灭亡，本侯今天也不会来这儿送这份大礼。那接下来就看你硕伯王领不领这份人情了。你弹琴的模样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难怪呀，皇上欣赏你。何况呢，你又救了皇上，这很自然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做事一定会有分寸的。明月明白，太皇太后的教导，明月定铭记于心。平日里可读些书？回太皇太后，明月平日并未读过什么书，只是无聊时读些诗词。哦，那女诫呢？你可读过？没读过。好，拿上来。哀家呢，就送你这一套，拿去读读，每日抄写3遍，这可对你又有益又有利。谢太皇太后。娘娘，什么事？太皇太后去明月那里丢下了一套女诫，并罚她每日抄录3遍呢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还是娘娘有主意。这下，哼，那胡妹子可就有好果子吃了。哼，才让她抄3遍，我看让她抄个300遍还差不多。娘娘，
您就等着吧。他被太皇太后给盯上了，咱们以后还愁没好戏看吗？太皇太后，今天咱们宫中啊，可要热闹起来了。刚刚小海子经过凤膳局，远远的瞧着，高贵妃正往咱们宫赶呢。他来还能做什么？倒也怨不得他要来。听说自从那位来自青楼的明月姑娘进了宫，皇上进后宫就没去过别的地方。就说我歇息了。太皇太后不见他了？不见。这一切都怪我。是我害死了所有人，因为我爱上了顾小舞。我早就知道，她不是我的顾小舞，我的顾小舞早就死了。可为什么又让我想起来？天神这是在惩罚我吗？惩罚我，所以让我爱上同一个无情的人；惩罚我害死了身边那么多无辜的人；惩罚我，让我一直清醒而痛苦的活着。惩罚我，惩罚我。太子妃，喝一口吧。太子殿下，他这样几天了？从阿杜送回来之后，就一直这样。吃过东西吗？连一滴水都没有喝过。休息一下，少了你，阿杜也不会死。可如果你再这样不吃不喝、不眠不休，可能就活不下去了。把粥喝了。如果你不喝，我就立刻派人把阿杜抬走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来人，把阿杜抬出去，免得他把病气过给太子妃。是。
喝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哪一顿饭没吃，我立刻派人把阿杜带走。殿下，边关赵大人的密报。此次我去滨州办案，本以为会困难重重啊，谁想到异常的顺利呀！所到之处，好像是有人故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去发现呢。所有的矛头都直指高相，不知是谁呀，如此的处心积虑，掀起如此大的血雨腥风，此人的官职不在高相之下呀。所以你犹豫了，因为你不想当别人的棋子，是不是？是。你、我和每一个臣子，都是这庙堂上的一笋一毛。你我坚守，则即时安稳；你我松动，则大厦将倾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如果你白读了这些圣贤书，那就等着看着这庙堂土崩瓦解、坍塌倾覆，埋葬所有人，也把你我共同埋葬在其中吧。罢了，既然西大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就陪你一起去，就算搭上这条老命，此案我也要一查到底。父亲，原来自杀举子的领头是一个老秀才，此人祖籍滨州，跟宗焕是同乡。30几年前，宗焕便是跟着此人开蒙念书，所以他算是宗焕的恩师啊。看来这几日我隐隐的忧心，不是没来由的。宗焕，宫里有什么消息？听说陛下大发雷霆。今日他有没有召见了什么人？没有召见上奏的宗焕，西行卓也没有，只是召见了太子。贵妃娘娘，妾身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这些点心是妾身专门吩咐御膳房做的。妾身本想亲手为皇上做，
只是这身体不争气，稍微受些累，就浑身不舒服。你回去吧，朕还要看奏折呢。皇上，您还在生相国的气吗？朝中的事，你不要插手。相国是妾身的父亲，妾身不能看父亲有难却不管呀。相国跟随皇上这么多年，他的忠心您是知道的。您到现在都没有处置父亲，就是念在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您不会忍心对他下手的，对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回去吧。皇上，相国可是我腹中孩子的外公啊！够了！不够，皇上，我与您夫妻一场，没有情也有恩。父亲辅佐朝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若您连这些都没有半点顾念，那就请赐我和腹中孩儿一死吧。你现在是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朕是吧？妾身不敢。现在恐怕只有那个明月敢仗着肚子里的孩子。放肆！皇上，你知道皇后她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吗？是她自己不想吗？是朕不允许她有。如果你想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能活下去，就安分一点。坤儿，你火速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你大哥手里。送到之后，你最好也火速离开。父亲，难道我们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吗？太子和陈征筹谋在了一起，这把剑早就对准了我。千防万防，放过了最该放的一个。果然是我看着长大的。那皇上就不念一点旧情吗？大人，从宫里来的太监总管曹基往府里来了。曹公公进宅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啊，坤儿看茶。是。哎，高相，不用客气了。贵妃突发重疾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皇上请高相即刻进宫。什么？妹妹身体一向康健，怎么会突发重疾呢？是不是腹中的黄胎有恙？高相。公公，哎，这是做什么？此番有劳公公了，容我片刻，前去交代一下。皇上吩咐了，要即刻进宫，还请高相快些更衣，别让奴才为难。有劳公公。记着我跟你交代的事情，把信稳妥的送出去，然后即刻离开上京，妻儿财物一律不要，切勿犹豫，一刻都不要停留。记住了。父亲，那您呢？我进宫也好，
或许能给你争取点时间。父亲。不要哭，不哭，啊，不哭。留得青山在，走。父亲，快走。曹公公，这不是去华西殿啊，这好像是去弘文馆的路啊。高相好记性啊，皇上正在弘文馆等您呢。当年我和顾如慧陪着皇子们读书，我们某入深处，这一晃几十年了。当年皇上也是众皇子当中的一个，后来被立为储君。我们都说办对了。你说我们当年办皇上，到底是办对了，还是办错了？启禀陛下，高相到了。臣见过皇上。高一鸣，你可知罪？不知，还请皇上明示。你这么一直歪着头说话，不觉得累吗？臣明白了，这就是皇上所说的臣之罪。哎呀，装病久了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。皇上是什么时候发现臣装病的？朕早就知道了。那为何不戳穿？你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围墙上面看狮子捕猎野羊吗？狮子它不在乎那只羊到底是老的、幼的、残的，还是病的，它在乎的是它有没有饿。规则是狮子定的，不是野羊。你的外甥女、你的女儿是朕封他们为皇后、贵妃，你的儿子是朕封他为大将军，这些荣耀都是朕给你的，要不然你连站在朕的旁边唱戏的资格都没有。可你呢？勾结皇后、贵妃，在前朝后宫培养你的势力，还让你的儿子在边关那边养寇自重。你以为这些事朕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直到宗焕查出科举舞弊一事原来出自你手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朕还是你压了下来，没有即可把你发落。于明啊，于明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该怎样报答朕？这江山自然是皇上的，臣就是皇上手里的浮尘，哪里有灰尘，皇上的手挥到哪儿，臣就要替皇上把那灰尘抹掉。要说臣演戏，臣这辈子演的最好的戏，就是配合皇上演的那出戏。高一鸣，你的胆子真够大的。若如此，臣确实有罪。无论你说什么，今日你一定要死。皇上英明。停车！老爷叮嘱过咱们，得赶快走，再不走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少爷，调转码头，回府。少爷，回去。去！慢点！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相公，那年上元节进宫，太皇太后赏我的夜明珠钗怎么不见了？你说说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再不走，谁都走不了了。走，走出去也是个饿死，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里算了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我还不如不回来呢。快点！找！你死有余辜。皇上是说明月之事，她只是朕一个心爱的女人而已。你为什么三番五次要置她于死地？皇上还记得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人吗？陈征，明月就是他的女儿。臣确实容不下明月，可那刺客也确实不是我高玉明派的，贵妃也是被人设计陷害。比如我，明月她从不提找我高玉明算账，可是和她有关的笔账，最终都算在了我高玉明头上。这说明，这一件一件的事情，都是有人出谋划策，矛头就是冲着老臣。也许皇上不信，如果我告诉皇上，这个陈征是给谁出谋划策了，也许皇上就信了。那他到底给谁出谋划策？陈征、明月，当今太子。太子，高玉明啊，今日你在死之前还给朕添堵，你做到了。臣认罪认死，只是惯性使然。在临死之前，臣总是想为皇上再尽一份心。哦，为什么？臣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臣请皇上恩准，看在贵妃腹中怀着龙种的份上，留她一条性命。高大人，得罪了。
雪了，阿杜，阿杜，阿杜，下雪了，下雪了。若是在我们西周，下雪的日子肯定还会早些。阿杜，你终于醒了。公主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阿杜让你担心了。醒了就好，阿杜。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在西周，入冬的第一场雪夜是用来祭奠亡魂的，这样那个人的魂就会从白雪来的地方渡入无罪的轮回。公主，若你真的原谅他了，就让阿杜今夜在院中为他祭奠吧。悠悠魂，听我铃。月下铜铃，叩君门。悠悠魂，莫徘徊，飞雪来处，是归程。悠悠魂，何愁行？生生世世，有凡尘。悠悠魂，听我铃，铃声指引入轮回。是顾剑，他走了，他有了他的归宿。公主啊，我们该回西周了。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我要杀了李承业。